1596年的夏天，莎士比亚年仅11岁的独子哈姆奈特夭折了。在那个年代，哈姆奈特与哈姆雷特是完全可互换的同一个名字。儿子死后4年，父亲写出了那部名垂千古的《哈姆雷特》。这世上最伟大的悲剧，原来是一个父亲在舞台上完成的最后一次偷天换日。如果你准备好了，就让我们走进这片中世纪的森林。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一个问题。400年来，整个世界都在仰望莎士比亚这位文学史上的神明。我们背诵他的台词，研究他的剧本，把他供奉在人类精神的最高祭坛。但如果今天我们能穿过历史的迷雾，拨开那件华丽的双排扣外套，你会发现，在这位大师灵魂最深处，藏着一道永远无法愈合的裂痕。欢迎来到今天的节目，我是露天电影院吉利波。今天我们要深潜进入2025年度最令人心碎的神作，由奥斯卡最佳导演赵婷执导，保罗·麦斯卡与杰西·巴克利主演的《哈姆奈特》。请准备好纸巾，因为在15分钟后，你会彻底重新理解那句 "To be or not to be" 背后藏着的秘密。第一幕，林中女巫与落魄书生。褪去神性光环的威尔，这部电影做了一个极其大胆的选择，他把莎士比亚这个如雷贯耳的名字彻底剥离。在绝大多数时间里，他没有姓氏，他只是威尔一个因父亲负债累累，不得不在乡村庄园做拉丁文家教来还债的落魄青年，一个尚未成为任何人的普通的年轻男人。而正是在这个普通的庄园里，他遇见了阿格尼斯。在世俗的传言中，她是古怪的森林女巫之女，她能在暮色中唤回高飞的猎鹰，精通草药，特立独行，赤脚穿梭于林间。只要握住你的手，按压你虎口处的肌肉，她就能看透你的灵魂与命运。赵婷在访谈中透露，处理两人相爱的镜头时，她刻意采用了极度克制、遥远的客观机位。深受乔纳森·格雷泽利益区域的启发，镜头只是静静立在远处，没有柔光，没有夸张特写。在苍茫自然面前，他们不过是两具血肉之躯，如树木倒塌、蛛网结露般自然而渺小。当阿格尼斯第一次触碰威尔时，他感知到的不是未来的荣耀与名声，而是一幅令人迷惑的景象：空旷的大地、洞穴、山崖、隧道与无边的海洋。那是威尔内心作为创作者的空虚、渴望与未被填满的才华，一个需要用整个世界来书写才能填满的巨大黑洞。在色彩语言上，赵婷与美术指导完成了本片最精彩的视觉章法之一。坠入爱河时，阿格尼斯的服装是充满生命力的猩红色与鲜橙色，它就像这片沉闷都铎王朝建筑里一颗跳动的鲜活的心脏。他们打破禁忌，在装满苹果的储藏室里偷尝禁果。很快奉子成婚，生下了长女苏珊娜。而后阿格尼斯做了一个改变一切的决定，她看穿了丈夫在斯特拉特福的郁郁不得志，是他那颗充满故事的头脑快把自己逼疯了。于是是他亲手将威尔推向了伦敦，鼓励他去追寻戏剧事业。你去伦敦吧，我留在家乡照顾孩子。阿格尼斯看透了所有人，却唯独没有看透命运那最残忍的玩笑。他生下了一对龙凤胎哈姆奈特与朱迪斯，而这正是悲剧的开始。被赐予的随时都可能被夺走。1596年的那个夏天，死神如一个没有面目的刺客悄然造访了斯特拉特福。黑死病顺着威尼斯的玻璃珠、亚历山大港的猴子跳蚤一路蔓延，杀到了这座宁静的小镇。高烧、红斑、肿胀，生命如指尖流沙，迅速消逝。母亲阿格尼斯，这个能用草药治愈镇上无数人的森林女巫，此刻却对着女儿的病体束手无策。她发疯般地寻找大黄、肉桂、迷迭香，试图把瘟疫从女儿体内逼出来。而此时获知消息的威尔正快马加鞭、披星戴月从伦敦往回赶。阿格尼斯一直有一种强烈的宿命感，她预感临终时床前只会有2个孩子。当她意外生下双胞胎，拥有3个孩子时，曾以为自己打破了命运的诅咒，然而命运总是以最残忍的方式兑现她的预言。当黑死病入侵到这座小镇时，首先倒下的正是妹妹朱迪斯。在双胞胎还在阁楼上讨论小猫生孩子的那场戏中，镜头使用了一个缓慢的摇镜头，从活蹦乱跳的哈姆奈特身上直接摇到了旁边的空镜头里。这个令人产生恐慌感与无力感的空镜头，其实呈现了一种诡异的宿命感，隐喻着死神此刻已经到来了。
就站在他们房间静静注视着。之后导演再次使用了一个带有遗传厄运式压抑感的横移镜头，镜头没有聚焦在背景里忙碌的女佣，而是顺着墙壁缓缓移动，用这种极具压迫感的空间视觉调度，直接传递出了死神如洪水般入侵、宿命般不可阻挡的窒息感。这对双胞胎关系亲密，从小喜欢互换衣服的游戏，连父母有时都难以分辨谁是谁。在深夜的微光中，11岁的哈姆奈特看着奄奄一息的妹妹，感受到了死神正在房间的阴影里蛰伏。他做出了一个决定。哈姆奈特缓缓爬上床，轻轻将妹妹推开，自己躺进了原本属于他的那个凹陷里，拉上被子。他在那儿，他无法认出我们。转过去，闭上眼睛，我把我的生命分给你，你会好起来的。哈姆奈特要在死神面前再一次扮演妹妹，玩最后一次，也是最伟大的一次换装游戏。他迎向了死神，完成了毫无保留的自我献祭。饰演小哈姆奈特的是雅各布·朱佩，你知道吗？在电影后半段饰演舞台上成年哈姆雷特的演员诺亚·朱佩，现实中正是雅各布的亲哥哥。赵婷导演借助这份真实的血缘羁绊，让两兄弟在荧幕上完成了一场跨越生死的灵魂交接。当母亲阿格尼斯在深夜惊醒查看时，她发现那张发着高烧、被冷汗浸透的脸已经变成了哈姆奈特。本该必死无疑的妹妹奇迹般的康复了，而那个永远活蹦乱跳的儿子代替妹妹死在了壁炉前。影史级表演，杰西·巴克利在此处奉献了足以载入史册的表演。那声撕心裂肺的哀嚎并没有写在剧本里。赵婷在片场循环播放着悲伤的重低音音乐，让整个摄影棚沉浸在一种神秘的共鸣频率中。巴克利的那声嚎哭不仅来自他自己，更像是召唤出了自古以来所有失去孩子的母亲的亡魂。失去孩子后，这对夫妻的宇宙彻底坍塌了。阿格尼斯的悲伤是向外的、混沌的、毫无保留的全面爆发。她瘫痪在悲痛里，守在儿子的床上，寸步不离。请注意，她的服装颜色曾经鲜艳的猩红色，如今变成了铁锈色，最后干涸成如结痂般的暗棕色与深紫色。她的灵魂枯萎了。而保罗·麦斯卡饰演的威尔，他的悲伤是向内的、压抑的、逃避的。他无法面对那间充满儿子影子的房子，他被悲伤压得窒息，选择逃回了伦敦。大家仔细看威尔穿的那件都铎式紧身短上衣，起初上面只有一些细小的划痕，但随着他在伦敦越来越痛苦绝望，那些划痕变成了巨大的裂口。这件衣服上的破洞是他灵魂上的裂缝。世界不会因此停下脚步的，阿格尼斯。他不是在逃离妻子，他是在逃离他自己。赵婷在接受名利场采访时透露，他曾让保罗·麦斯卡和杰西·巴克利进行密宗即兴排练，让他们体会极致的男性与女性能量，因为这两种悲伤是同等沉重的，只是方向截然不同。坐在泰晤士河畔，陷入严重抑郁甚至萌生轻生念头的威尔，终于在这种极度痛苦与自责中拿起了羽毛笔。因为他在现实中救不回儿子，所以他只能在艺术里让他永生。时间来到4年后，阿格尼斯偶然看到一张从伦敦寄来的戏单，上面印着一部新悲剧的名字《哈姆雷特的悲剧》 The Tragedy of Hamlet。 在16世纪的英语中， Hamlet 与 Hamlet 本为同一个名字，完全通用。他愤怒到了极点，他认为那个抛弃家庭的男人无耻地盗用了死去儿子那神圣的名字，将他扔进喧嚣的世俗戏台，供陌生人取乐。他骑上马奔赴伦敦，要当面质问他。然而当他站在环球剧院的台下，看着舞台上发生的一切，一场伟大的奇迹降临了。舞台上那个叫哈姆雷特的年轻王子，有着和他儿子一样的金发，一样的步态，一样倔强而温柔的眼神，那是威尔一笔一画，一个动作一个动作教出来的。然后剧中的鬼魂出场了，那是死去的老国王，脸上涂着惨白的油彩，身着厚重的灰壳。阿格尼斯张大眼睛，透过白灰油彩认出了熟悉的面庞，那正是她的丈夫威尔。这一刻阿格尼斯全懂了，所有的观众也都懂了。在《哈姆雷特》这出戏里，莎士比亚篡改了现实的逻辑，现实中是作为父亲的威尔活着，而儿子死去了。舞台上威尔让自己变成了那个阴冷死去的鬼魂，
而让他的儿子化身为年轻的王子，永远永远地活在聚光灯下。这是一位父亲能为儿子做的最后一次偷天换日。在艺术的结界里，父亲代替儿子去死，以此换来儿子的永生。赵婷导演请来了一位梦境冥想专家，让现场350名群演和剧组人员一起进行了深度身体冥想。当台上那个酷似哈姆奈特的王子倒下时，整个环球剧院陷入了死寂。阿格尼斯在台下缓缓伸出了手，周围所有观众也跟着伸出了手。这是哈姆奈特全片最核心的名场面，他通过极其丰富的视觉与心理暗示，完成了多重维度的打破次元壁，是导演利用电影视觉语言完成的一场兼具东方神性与西方古典悲剧色彩的超度仪式。我们从3个层面来深入解析。首先是多重物理与心理边界的消融，这一动作在瞬间穿破了多重结界，打破了阴间与阳间的生死次元，打破了演戏与真实的虚实次元，也打破了台下观众席与台上表演区的空间次元。他的手穿透了所有的物理与物理边界，与舞台上王子的灵魂完成了最后的隔空相握。其次是艺术结界内的一家团聚与灵魂交接。原本哈姆奈特的灵魂一直被困在剧院这个由木头搭成的虚假森林与虚假花朵中，徘徊在弥留的炼狱里，找不到出口。要解开这个困境，带领他超度，需要2个人的力量。父亲的献祭。舞台上，父亲威尔通过扮演化为死魂的老国王，在艺术的结界里代替儿子去死，让儿子化身王子获得永生。他留下了一句“记住我 Remember me” 作为父子间的带领，但仅有父亲是不够的。哈姆奈特的灵魂想要得到真正的超度，还需要台下母亲的确认与释怀。在这个极其特殊的结界中，父母与死去的儿子在戏台上以这样一种不可思议的方式，完成了一次跨越阴阳的一家团圆。第3是极致悲伤的释然与通往冥界的放手。阿格尼斯没有说一句台词，但他的眼神经历了震惊、愤怒、理解、释然，最后化为了原谅与微笑。他终于在舞台上隔着生死，再次看到了他那即将走进黑暗森林的儿子。这带有一种深邃的东方生死观，逝者若感受到生者的执念与痛苦，便会化作孤魂不肯离去。当哈姆奈特的灵魂看着台下，确认母亲已经理解了父亲的苦心，确认母亲的心已从极度的悲伤中彻底解脱出来后，他才终于了无牵挂地转身，从剧院的虚假森林走进了那片象征未知冥界的真实黑暗中。这只伸出的手不仅拉住了死者的灵魂，更放过了生者的自己，完美诠释了艺术如何对抗死亡，以及爱如何让人获得终极的救赎。这是近年来最令人难忘的荧幕表演时刻之一。如果你曾经把我放在心上，请在这个残忍的世界里，在痛苦中呼吸，讲出我的故事。哈姆雷特。这不仅仅是一次私人的哀悼，更是一次属于全人类的共情。一场极度私密的丧子之痛，最终转化成了流传400年的公共艺术。这便是艺术对抗死亡的方式，也是人类留存记忆的方式。死亡，那个横亘在森林中央的黑暗深渊，是我们每个人最终都要走入的归宿。但在巨大的虚无与无常面前，我们依然拥有2件武器，一个是爱，另一个是艺术。莎士比亚用一部《哈姆雷特》将一场极其私人的丧子之痛转化为了全人类共通的悲剧财富。从此以后的400年里，每当大幕拉开，每当演员念出 to be or not to be， 那个叫哈姆奈特的11岁男孩就又在世间活过了一次。威廉·莎士比亚讲出了他的故事。于是从1600年到今天，只要哈姆雷特还在被排演，那个在1596年的夏天11岁就夭折的斯特拉特福小男孩就永远活着。为什么赵婷能把一个400年前的故事拍得如此击中现代人的灵魂？在幕后访谈中，赵婷坦言，她一生都极度恐惧死亡，甚至遭遇了严重的中年危机。为了面对这种恐惧，她专程去英国接受了临终关怀伴护 Death Doula 的培训，学习如何陪伴人走向生命的终点。哈姆奈特就是她交给世界的一份答卷。哈姆奈特是一首用影像写成的抒情诗，一部让你走出影院后依然会泪流满面的神作。如果你也被这部电影或者这份跨越4个世纪的深情所打动，请在评论区告诉我你的感受。如果是你，你会如何面对失去挚爱的痛苦？你认为《哈姆雷特》真的是莎翁写给儿子的安魂曲吗？记得点赞、订阅并打开小铃铛，我们下期见。